Hello，大家好。大家平时看这个英文文章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些这个翻译的插件，比如说我用到这个沉浸式翻译，或者这个 Relingo，或者是 Tracy。然后我们在分析过程当中，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使用 Google 翻译或者微软翻译的时候，它是免费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好。如果我们想使用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翻译，又需要办会员，如果我们不想办会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使用本地的这个大模型来进行翻译。今天我们就教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利用本地大模型来接入沉浸式翻译，既快，然后又效果又好。我们知道，Google 前段时间发射的 Gemma 4这个模型，然后它有这个2B 的、4B 的、26B 的和31B 的。当然，模型越大，肯定效果越好。但是我们本地电脑因为性能包括内存都是有限，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Gemma 4的这个4B 的这个模型，基本上就够用。然后我本地是安装了这个 IM Studio，我们又看一下在 IM Studio 下怎么来配置这个模型。我们切换到这个 IM Studio，我们打开之后，点击这个模型搜索这个地方，我们输入 Gemma 4这个模型，我们找到4B 这个4B 这个模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项里边，我们找到这个啊。最大尺寸的这个 Q8的这个，它的效果可能比这个 Q4、Q6的更好。9.2G 这个我们一般电脑还是可以跑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模型，然后来下载。下载完成之后呢，我们点到这个开发这个地方，这个有个local server，我们把它打开这个 local server，点开之后，我们加载这个模型，我们选择这个 Gemma 4，我们下载的这个模型。等到加载完成，然后 OK，这就已经加载完成了。我们可以这个看一下这个服务的状态，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端口是1234，然后地址就是这个127.0.0.1，1234，然后我们要生成一个这些默认就可以了。我们生成一个 token，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连接的时候可能会用到，我们用这比如说沉浸式翻译我有 immerse，然后这个默认就可以产生这个 token，copy 一下，copy 完之后，然后我们关闭就可以了。我们进入沉浸式翻译的这个试试界面，然后往下拉，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自定义这儿有一个 OpenAI 和这个 Cloud 的图标，我们点开这个 OpenAI 的这个图标，然后开启。我们在这儿可以给它起个名字，比如说我这个就叫 Local Gemma 4B，刚才那个 K 我们把它粘贴过来，这就是刚才那个 K，然后模型呢我们就输入一下，这就是那个模型的名称，我们输入进去，然后这些都默认，然后这个地址我们就输入，刚才是127.0.0.1，我们输入 localhost 也是可以的，输入127.0.0.11234，然后这些的默认就可以，然后这是有它默认的一些这个设置，你不用管它，然后验证一下这个服务，然后发现验证通过，通过之后我们把它设为这个默认的，这个翻译引擎，看到这个地方这个翻译引擎就已经变成这个 local Gemma 4了，然后我们回头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效率怎么样。点翻译，我看一下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很快就翻译出来了，将你最好的 AI 提示转化为 Chrome 中的一键式工具这个翻译还是相对比较准确我们怎么看到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本地的模型在跑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的翻译使用的到底是不是我们本地的模型？我们来翻译一下，看看效果刚才按了这个翻译的按钮，然后右边的日志就是开始刷屏了。看到这里边这是它翻译的日志，然后这是翻译的一个结果，看到全部出来了。你看我往下这个滚动的时候，它是逐步翻译，它不是说一次性把整个网页全部翻译，它是随着你的滚动，然后逐步翻译的。我们看到右边，然后就一直在翻译。这个翻译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4B 的模型，它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足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好的，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如何利用本地化模型来
使用这个 Chrome 的翻译插件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请大家评论、转发和订阅，谢谢大家。